四大魔神，我在此恭候多时了。为了动摇我大夏龙脉，你们真是好大的手笔呀！北域神主，今日你被我们四大魔神合力击杀，也算你的无上殊荣了。就凭你们，也配动摇我大夏龙脉？别装了！不推动镇守着龙脉的王权剑，即便你能力再强，也无法打败我们世人。杀四只蝼蚁，还需要用王权剑？少跟他废话！杀了他，毁了王权剑，大夏龙脉自灭！杀！放肆！剑来！一把破铜烂铁，也枉汉五等神躯。此剑足矣。赤雷号令，以剑成势，破！能死在本神主的剑下，也够你们在阎王爷面前吹嘘的。启禀神主，四大魔神已死，在边境的他国贼子已被全部剿尽。启禀神主，六国已经公开对外宣布愿意签订停战协议，萧国主也已经在赶来签订协议的路上。麒麟，朱雀，收拢镇北铁军。若六国残兵败将，但敢有反抗者，杀无赦。是。今日之后，边境平定，龙脉安稳。妈，云柔，我总算能回家见你们了。今日之战，既定国，也安家。神主，刚刚您家中传来消息，云柔，妈，就你个老不死的，也敢妨碍老子的好事？我家，只要你答应放过我妈。可惜呀，晚了。周彦东，你这个畜生！方圆知道我是不会放过你的。就那个弑父的杀人犯呢，他呀，说不定早就死在了战场上。明天的订婚宴，迟到1分钟，我杀光你们！周家周远东，杀我家人如我妻子，我要将你血债血偿！传我天令，600万镇北铁军即刻随我回京城。神主，万万不可！协议还未签订，北域尚不太平，其他六国对我大夏边境虎视眈眈，仍有威胁。您现在撤走镇北铁军，后患无穷啊！5年，我方圆镇守北域5年，一人一剑守护着大夏龙脉，可换来的却是家破人亡，妻子被逼改嫁。你告诉我，我镇守这北域有何用？可是我无需多言，同是一路上镇守，但凡有敢拦我的，杀无赦！飞龙令在此，剑令如见国主，来者止步！方圆，你疯了吗？你身为北域神主，却罔顾法顾，你携600万镇北铁军回京，你这是要造反吗？我造反？我方圆为国征战5年，试问对得起大夏的千家万民？可换来的是什么？是妻子被辱，是母亲被杀，是家破人亡。7日，你再给我7日！以方家之事，我已向国主禀报，定不让小人逍遥法外。家仇大恨，我一刻都等不了。今日
我就对着这杆先帝所种的莽雀吞龙旗立誓，他周正杀我家人，辱我妻子，此仇不报，我枉为人父，枉为人子。进城！天意，这都是天意啊！既然如此，我已不再阻拦。但是你一定要以大局为重。你镇北铁军回京的消息一旦传出去，边境各国必然蠢蠢欲动，5年征战换来的和平将化为乌有。宣主，我们有多少兄弟为了大夏的和平，永远的留在了北境？好，那我就再给你7日。7日之后，不论如何，镇北铁军的怒火必然会将周家烧成灰烬。众将士，扎营！是。祁烈，你率军驻扎在此处，没有我的镇北府，擅动者，军法处置。是。朱雀，随时等候我的密令，随时召唤。是。云柔，我回来了，等我。欢迎诸位近日莅临我周远东和林大小姐的订婚宴。近日方家惨状频出，我周远东不计前嫌，更是念及旧情，这才下定决心娶林小姐为妻，以为我兄弟方圆的在天之灵。这林云柔不愧是京城第1美人啊！嫁为人妇之后，身材不但没有走样，反倒更加美艳。只是今天这眉头紧锁，莫非是被周家逼迫的？慎言呐！周家如今攀上的是大夏双主之一的柳柱国，权势滔天，你不要命了吗？别看了，那家伙早已经死在了战场上。今天我倒要看看，这整个京城有谁敢反对我们俩。哎呀，周少您说笑了，你们2个郎才女貌，怎么会有人反对呀？方家方圆前来问罪。周家周远东过来赴死！方圆，你回来了，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的。对不起，云柔，让你受委屈了。兄，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当年弑父的杀人犯啊！5年没见，没想到你还活着，真是王八的命，够硬啊！当年轰动京城的弑父惨案，竟然是他干的，长得人模狗样的，竟然干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方圆，你这个大逆不道的畜生，竟然弑父！来人，给我抓起来！周远东，是你骗我来的，是你陷害我，你冤枉我！周远东，周远东，周远东，当年你不仅杀了我父亲，陷害给我，如今你还害死了我母亲，此仇不报，我方圆枉为人子！当年你持凶器残忍弑父，这所有人可都看着呢。你说我陷害你，并杀了你的母亲，证据呢？证据？你手上沾满了我父母的血，还要什么证据？今日你万死难赎！哎，方圆，不要！周家权势滔天，你惹不起他的。我跟你这个窝囊废，到底在废什么话呀？来人！打断手脚，挫骨扬灰！镇北府在此，我看谁敢放肆！镇北府在此，我看谁敢放肆！这可是能调动600万铁军的镇北府啊，怎么会在他手里？方圆，
北域神主的镇北符怎么会在你手里？因为我方圆就是北域神主，我倒要看看你们有几个胆子敢跟我动手。哎呦，我的好女婿啊，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吗？你要早告诉我你是权势滔天、威震四方的北域神主，我也不至于。不至于什么？不至于逼着云柔改嫁，还是不至于对着我破口大骂，甚至跟着他污蔑我是个弑父的畜生。这，伯母莫慌。据我所知，这北域神主刚率领着镇北铁军，力抗6国联军，停战协议尚未签订，这镇北怎么可能在这儿？周少的意思是？当然是假的了。而他则是一个不知死活、胆敢冒充北域神主的笑话罢了。原来如此啊！这个废物是看准了我们不认识镇北符，所以才大胆造假镇北符，冒充北域神主的。周远东，你胡说！方圆他不是这样的人。是与不是，你问问他不就知道了吗？我本就是神主，何须冒充？倒是你当众折辱我，还污蔑我假造镇北符。你周远东有几条命够我杀的？装，还在这给我装！我今天倒要看看你是怎么杀我的。来人，把这个冒充北域神主的家伙给我杀了！今天我就让整个锦州的人都看看这个弑父的方家废物是有多么的不堪！给我杀！杀！废物，全都是废物！把刀给我拿起来，快点儿！向北域神主动刀者，可是诛九族的罪名。这罪名，你们担当得起吗？方圆，你不过就是一个弑父的窝囊废，也敢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北域神主。这些没脑子的家伙信你，但老子可不信！把刀都给我举起来，否则我也同样杀了你们全家！给我杀！方圆，小心！我没看错吧？他竟然夺下了所有人的刀，还都给震碎了。向北域神主动刀者，按大夏法令当诛！狗东西，去地狱里说法令去吧！完了！你这个畜生，竟然杀死了周少！他周远东该死！本神主只不过是为民除害，不光是他周远东，但凡是参与杀害我父母的人，本神主都会一一清算。你这一杀，会给我们林家带来灭顶之灾吗？你本来就是个无家可归的废物，我们林家那可是有名有姓的大户人家，你想害死我们不成？妈，刚才事态紧急，方圆才出手的。你要怪就怪我吧。云柔，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向着这个杀人犯？你想跟他一起去送死吗？好，我成全你！你这个畜生，竟然敢对我动手！你！我既然已经回来了，就不会让云柔受半点委屈。方圆，你快跑吧！周家在京城权势滔天，黑白通吃。要是让周家家主发现你杀了他的儿子，他定然不会放过你的。放心吧，云柔，我这次回来为的就是找当初那些陷害我的人复仇。今日是我方家祭祖的日子，等我们祭拜完爸妈，我就会亲自找他们算账。自从你5年前入狱参军后，我们就被方城州一脉各种排挤打压，他们不仅要把爸妈的灵位扔出祠堂，还要把我们这一脉从族谱中剔除。你说什么？他说的没错。方远，
你残忍弑父，败坏了我方家的名声，难道不该把你逐出方家吗？老爷，不好了！慌里慌张的像什么样子？发生了什么事儿？是不是远东又在外边惹麻烦了？少爷被方家那个弑父的杀人犯给杀了。杀了远东？那个杂碎竟然杀了远东！他现在哪里？我要将他碎尸万段！那方圆仍在宴厅中，尚未离开。召集周家所有死士，我要让这个杂碎血债血偿！方圆，先前你残忍弑父，败坏了方家的名声，害我方家威名一落千丈。如今你又残害周少，惹怒了周家，我方家若还不表态，岂不害我方家破家灭族？老太君所言不差。据我所知，周家长氏得知爱子被杀，现在已然震怒，正带着周家所有死士在赶来的路上。你方圆死定了！方圆，你罪孽深重，若不赶紧与你贼子划清界限，待会儿周长氏迁怒我们方家，那岂不是无妄之灾？你看到没有？这个吴当飞现在就是一条人人喊打的野狗。你若再跟他有任何瓜葛，我便不认你这个女儿。妈，我既已嫁与方圆，那我便生死都追随他，即便前方是万丈深渊，我也愿意和他一起跳下去。云柔，你放心，今日没人能动得了我们。好一个搬弄是非！你们方家众人是不是忘？若没有我方圆，你们方家先前的辉煌从何而来？而你们又哪来的胆子，竟敢将北域神主逐出族谱？哎，这废物竟还拿一个假的镇北符出来唬人！方圆，你随便编个理由，我们兴许还能信你。可是你现在拿了个假的镇北符，冒充北域神主，真当我们是傻子吗？5年前，你残忍弑父，意图夺位。我早已在诸位先祖之前的灵位，将你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畜生行径一一数尽。如今依靠冒充神主重回族谱，简直是可笑！不是的，方圆他向来对父亲敬爱有加，当初那个事情绝不可能是方圆所为，一定是有其他人诬陷的。当年之事，我们方家众人是看在眼里。依你的意思，我们是陷害他了。林云柔，你好大的胆子！方家主，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云柔，不必跟他们多费口舌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一血作为方家正统，为方家殚精竭虑多年，功绩赫赫，他们可曾感恩过一刻？功绩赫赫，那你倒是拿出来看看。我也不怕告诉你，我现在在朱雀战神的手下斩龙营做事。而你一个在边关苦苦哀求5年的小兵，恐怕连朱雀战神的面都没见过吧？拿着一个假兵符当令箭，真当我们是没见过世面的蝼蚁，好骗不成？方家在你们直系这一脉落寞之后，仍旧能蒸蒸日上，靠的是我，而方下，而不是你这弑父的窝囊废。不用跟他废话，请族谱。既然各位家主齐聚于此，我正好有事要宣布。开谱。方家直系目无往返，弑父害母，罪不可赦。现将方家直系一脉踢出方氏族谱，另立旁系方承周为直系。多谢老太君赐福。不分是非曲直，听信旁人谗言，德不配位的老东西，你枉活如此年岁！大胆！你既然敢对老太君如此说话，我现在就去把那2个卑贱之人的灵位赶出祠堂，免得脏了我列祖列宗的眼睛。鼠躲蝇营狗狗之辈，不仅将我系踢出族谱，竟然还敢动我父母的灵位，我必号令100万镇北铁军踏平你方家，将你千刀万剐！还镇北铁军在边关当了一个小杂兵，还真以为自己是北域神主了。现在我不仅要将2个卑贱之人的灵位赶出我方家祠堂，还要你这条野狗下去陪他们。不分尊卑，不敬长辈。方圆，你要干什么？放开我！这巴掌打你辱我父母，这巴掌打你欺我妻子，这巴掌是替方家的列祖列宗教训你这个不孝子孙。
孙，孽畜方圆，快放开我儿，否则我将上书朱雀战神。到时京城千里，必定再无你容身之地。想用朱雀来压我，你也不问问他有没有这个胆子？儿啊！废你一腿，就当是你欺骗我的利息了。你不是想看我的功绩吗？好，我就让你们这些猪狗之辈开开眼，看看方家历来的荣耀到底是谁许给你们的。朕领血破！王全剑，他们不是被北域神主放在边境镇压龙脉吗？怎会在这儿？相传镇北府不仅能调动600万镇北铁军，更是进入龙脉的钥匙。难道他手上的镇北符是真的？如今我用镇北符换了龙脉，你们现在是否又要说这王全剑也是假的呢？你们紧张什么？方才不是信誓旦旦地说我方圆假造镇北符，冒充北域神主吗？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说？胡说八道！我曾跟朱雀战神鏖战6国联军时，立下汗马功劳，而神主大人念我战功赫赫，特赐王全剑为我赐福，为停战协议所累。今日王全剑才到场，而你这个废物却说此等神迹是为你而来，大言不惭，厉害呀！看来你方下的嘴可比你的腿硬多了。方圆，你冒充神主抢我战功，还企图杀害方家族人，今日我方下就请王全剑除了你这个祸害。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帮少爷巴结！不过樊曲也敢觊觎神器，也不看你们配不配。剑来！尔等身为方家子孙，心术不正，残害亲属，大逆不道。我方圆今日就要替天行道，替先祖除去你们这帮不孝子孙。今日方家族谱重排，从今往后，尔等被逐出方家，方家只有我方圆一姓，你们才是外人。好大的威风啊！糟了，方圆，周家家主来了，能应付吗？你放心，就算他们今天世家合力相为，也不及我一人之威。真是大言不惭！方圆，真以为你手持镇北符，继王全剑，你就是北域神主了吗？这帮救难犯难、有眼无珠，我周月卓可不是。周家主，您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北域神主这次力克6国联军，使我边境换来多年和平，此等千秋万业的功绩，自然会到京城接受国主的封赏。而他，恐怕就是一个押送镇北符进龙脉的现钱小兵，胆敢借势自称神主，真是自罪当诛。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世人只知只有北域神主才可进得龙脉，殊不知拥有镇北符，谁人都可以。难怪他的握主王全剑，看来也是镇北符起的作用啊！我告诉你们，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要杀了此子，为我儿子报仇。你们方家若是要保他，那我就连你们方家一同灭了。周叔叔，你误会了，此子已在5年前被我们逐出方家，我们怎么可能会庇护他呢？是啊，今日他还公然羞辱我儿，还撕毁了我方家的族谱，我们杀他还来不及呢。好，方圆，如今你孤立无援，今天就是你的死期。方圆，先前你数罪并加，今日你又杀了周大少爷，你万死难赎。一个诬陷我杀害父亲，趁我不在强抢我妻子的畜生，我杀了又如何？我倒要看看是你的骨头硬
还是你的嘴硬。当年杀我父亲这事，我还没有找你们周家算账。既然你亲自找上门了，那便一一清算吧。好，在京城敢跟我周家叫嚣的，就你一个人，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有没有这个本事。方圆，求你快认罪吧！周方两家乃是京城的两大世家，你同时得罪他们，恐怕天下再无你的容身之地了。你只有认罪，寻求神主的庇护，才能活下来。现在知道求饶，晚了。今日你毁我方家族谱，又杀害了周家主的儿子，纵使白死，也难赎其罪。赎罪？谁说我要赎罪了？今日我便站在这儿，莫说就你这点人，就算倾尽你周家所有，你能奈我何？小子，别以为你在北域当了几年杂兵，就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了。我告诉你，我想弄死你，就跟捏死一只蝼蚁一样。今天你就要为我儿子的死付出代价。付出代价？哼，那就看你们周家有没有这个资格了。周家没资格，那还有我们方家，我们两家今天必让你付出代价。方家族谱刚才已经被我毁了，尔等也被我逐出方家了。你们现在有什么资格代表方家？真是可笑！放肆！你有什么资格重排我方家的族谱？就凭你，也想让你的卑贱的父母在祠堂受我方家人的香火，痴心妄想！来人，把那两个卑贱之人的灵魂给我拿下来！方生州，今日你毁我父母灵位，他日你这一血必定香火断绝。哼！并非一个出身平凡的贱人领位，今天就连你也别想闯出这里了！来人啊，把这个畜生的手脚给我打断，送到周家，让周家主处置。另外，把这两个卑贱之人的灵位给我扔到茅厕，我要让他们受万世唾弃！周家欺我妻女，方家抛弃弃我已故父母，还有你们这些在朝的民流权贵，不明是非，趋炎附势，你们都该死！方远，你要干什么？快把我放开！干什么？让你去跟我已故的父母道歉去吧！放了我父亲，信不信我杀了他？方圆，你别管我，你现在已经劫持了方家家主，这是你唯一可以逃命的机会了。你快啊！云柔，你还不赶紧放了他！你是聋了吗？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他？好，我放开你，别伤害云柔。真是一条听话的狗啊！可是我并没有打算要放过他。朱雀大人到！今日我看你们谁敢动他！该死，朱雀怎么也来了？不行，不能坏了那位大人的计划，否则我的性命也不保啊！朱雀战神，您怎么来了？我要是不来，又怎么能看得见你身为斩龙殿的成员？先朱雀战神，他不过是被我方家逐出族谱的废人，还是弑父害母的窝囊废，你何必？什么时候我做事轮到你们在这里指手画脚？拜见。你们几个给我记住了，我不杀你们，是看在同是方家血脉的份上。但是如果让我知道当年那点事有方家的人参与，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你们今日好大的威风啊！先是杀了周大少爷，接着又大闹方家族谱改制仪式，毁了方家族谱。现在
我们林家是彻底跟周芳两家结了仇了，这都是拜你所赐。妈，方圆他只是想为他的父母证明而已。至于今天发生的事情，不是他的本意。你给我闭嘴！你现在还向着这个扫把星？你才来京都几天呢？啊，就得罪了方舟2大世家。我看你这是分明不想让我林家好过了。我来京都，为的就是找那些陷害我的人报仇。你放心，只要我在这儿，没人能动得了林家。你还在嘴硬？你有什么呀？你不过是北域边境的一个杂兵，让你押运了一次镇北符，甩了一次王权剑，你就真的以为你是北域神主了？我看呐，我们林家这个庙小，盛不下你这尊大佛。你给我滚，赶紧滚！妈，方圆和方家人划清了界限，现在周家又对他虎视眈眈，方圆除了林家，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去了。你再帮他说话，小心我连你一起赶出林家！可是玉柔，别说了，我走就是的了。你在林家好好休息，要是有人欺负你的话，随时联系我。说吧，什么事儿？禀神主，当年那事儿有眉目了。快说，当年害死我父亲的人到底是谁？属下查到是京城4大家族联合几个豪门世家，为的就是让方家混乱，更好的掌控京城。原来是他们！传我军令，立刻召集镇北铁军，今日之内，我要让4大家族消失。神主，万万不可！幕后黑手还未找到，若如此大动干戈，必会打草惊蛇，让他隐于暗处。既然如此，诺便以神主之名，在明天展开一场宴会，让各大家族的人全都过来，我好一一清算。是，属下这就去办。岳卓，为何如此狼狈啊？见过刘大人，刚才我就出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不知道刘大人这次来我周家所为何事啊？我这次来啊，是给你带来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刘大人请说，岳卓洗耳恭听。北域神主已经抵达京都，将在明天举办一场神主宴。什么？你给一个人独镇北域来敌，手握600万镇北铁军，号称国主之下第1人的北域神主。我听说他刚刚平定了北域，竟这么快就回京了。明天这个宴会，明面上是邀请京都各大家族，但实际上他是要调查当年害死他父母的凶手。北域神主位高权重，武力无双，谁敢杀他的父母啊？不懂规矩，不该问的别问。岳卓失言，请大人息怒。这次宴会，我为你们周家拿到了一份邀请函。神主出入京都，此次宴会需要一个替罪羊来杀鸡儆猴。谁要是能把这事办成了，自然会得到神主的青睐。这事儿你应该知道怎么办。替罪羊？那出自方家的北域杂兵方圆，几天时间就打闹2大世家，完全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简直就是绝佳的替罪羊啊！属下明白，谢刘大人提拔。方圆，我倒要看看，这次你又能怎么跑！哎呀，多亏了周兄啊，我们才能参加北域神主举办的宴会，真的是万分的感激呀！是啊，没想到周叔叔的人脉竟如此恐怖，竟然连这神主宴会的邀请函都可以搞到。看来日后周家执掌京城指日可待，指日可待啊！可惜呀，我虽然拥有至高权力，还是让方圆那个小畜生给跑了。如果他胆敢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一定将他五马分尸。周叔叔，方圆那个废物怎么还敢出现在您的面前呢？谁说我不敢？
方圆，你捣毁方家祠堂，杀害我的儿子，你竟还有胆来到这里？我为什么不敢？难道这场宴会不是为了宴请我而准备的吗？宴请你？知道在座的各位都是谁吗？都是京城有权有势的权贵，而你已经被方家除名了，知道吗？废物！我能站在这儿，靠的不是方家，而是靠我方圆自己的本事。本事？你能有什么本事？弑父的本事吗？这我们可真的比不了你啊！方圆，你徇私枉法，杀害我的儿子，如今又如此高调地出现在这里，分明是不把神主大人放在眼里。今天，我就带神主大人灭了你这个小畜生！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带神主行事？你好大的胆子！哼！今日宴会就是我带神主大人办的，召集各大家族，我为什么不能带神主大人？没错，周兄深得神主大人的信任，他若不能代表神主，难道你这个北域边境的小卒就能代表神主吗？诸位，我奉神主之命举办这个宴会，不仅是为了展现神主的雄威，更是为了调查出当年杀害神主大人父母的凶手。而那个杀害神主大人父母的凶手就是他，方圆。什么？神主大人身怀大义，镇守北域，创下不世之功，受万民爱戴，竟有人敢害他的父母？听说此人5年前为了上位，亲手杀了自己的父母。他杀害了神主大人的父母，多半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虎毒尚且不食子啊！你为了一己私欲杀害了神主的父母，而这一切不久前刚刚被周叔叔的儿子所看到，你却将其杀害灭口，还夺走了王权剑。方圆呀，方圆，你当真是世间败类其罪等诛啊！真是厉害啊！你们这一手捏造事实、颠倒黑白的能力，在下真是佩服得很啊！这么说，你是承认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承不承认，还重要吗？好，诸位，此次绝情狠辣，所做之事天理难容。今天，我便以周家家主之名，代神主替此子正惩罪罚。我方家支持周兄，要将此子处以极刑。我将为李家支持，我南明林家支持，我们也支持。如今京城各大家族已决然对你下了绝杀令，这世间再无你的容身之处，你走不出这个宴会。麒麟神使到！没想到周家的实力已经上升到了这种程度，就连麒麟大人也亲自来了。麒麟神使，他是神主大人近前的第一高手，也是其最信任的心腹，就连朱雀神使都要逊去一筹啊！居然他也来了！哎呀，麒麟大人，您怎么来了？你们想干什么？禀麒麟大人，我等奉神主大人之命举办此次宴会，而这个不长眼的东西独自闯入进来，想意图捣乱。不止如此啊，麒麟大人，我接到密令，暗中调查杀害神主大人父母的凶手，我就派我儿子去调查。刚调查出一点眉目，此人借用神主之名杀害了我的儿子，还企图掩盖真相。可怜我的儿子远东对神主是忠心耿耿，就被这个小畜生给害死了。麒麟大人，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我杀周远东，不过是因为他欺我太甚，更于5年前陷害于我。你们这张口就来胡说八道的本事，可真是够厚颜无耻的。麒麟大人，你听到了？他已经承认了。这种不忠不孝、无情无义的小人，生在这世上就枉为一个人。我等请命，向前日收回王权剑，将此人就地正法。听见没有？现在不仅京城所有权势都要杀你，
连麒麟大人都来了。方圆，你插翅难逃。好，是吗？哎呦，好大的狗胆！麒麟大人，这是为何呀？为何？这王权剑是神主大人赐予方先生的，也就是说，方先生就能代表神主大人。你们对方先生不敬，是想对神主大人不敬吗？王权剑是神主大人赐给方圆的，这怎么可能呢？你们既然已经知晓方先生的身份，还要将其处以极刑，你们想造反吗？不敢，我们当初真的是不知道他的身份，还以为王权剑是他。是什么？是他偷的吗？好啊，非常好。你们公然陷害方先生，污蔑他偷了王权剑，尔等的罪名罪加一等。方先生，你想怎么处置他们？他们都是京城有头有脸的名门望族，我方圆哪有本事处置他们呀？你还是自己看着办吧。是，将他们全部凌迟处死，以解方先生心头之恨。不要！麒麟大人饶命啊！不对，这王权剑是神主大人的，更是可调动100万的镇北铁军，怎么会随便赐给一个无名小兵？我也觉得不对劲儿。方圆，他不过是个北域的杂兵，怎么可能跟神主扯上关系？你们什么意思？一定是你收了这小子的好处，袒护于他。笑话！我作为神主大人座下第一护卫，对神主的忠心天地可见，又怎么可能袒护其他人？那么，请麒麟大人解释一下，一个无名小辈如何被神主赐予王权剑呢？因为他就是我麒麟做事不需要人教。萧国柱说过，当年残害我父亲又嫁祸给我的人尚不明朗，我此时还不能贸然暴露身份。这么看来，麒麟大人是无话可说了，那就是我猜对了。麒麟，你滥用职权，藐视法度，公然袒护杀害神主大人父母的凶手，你该当何罪？你为了袒护这小子，还想把在场所有的人都杀了，以达到你杀人灭口的目的，你真是用心良苦啊！周家家主真是厉害呀，没有证据就能随便污蔑别人，还给我扣了这么大一顶帽子，是不是假以时日，你连神主都不放在眼里了？不敢，我们只是想替神主大人除掉军中的一颗毒瘤罢了。来人！你们想干什么？把你和这小子抓起来，送到神主大人面前定罪。朱业主，我还真是小瞧你了，为了杀我，居然编出这么一个故事，为此还不惜与麒麟为敌，佩服，佩服呀！让您见笑了，再让他这么说下去啊，你我呢都要成了那通敌叛国之人了。事实就摆在面前，方圆，你还不赶紧跪下认罪，免得一会儿受到皮肉之苦。好，你说我偷取王权剑，麒麟乱用职权，你可有证据？证据？证据就在这里，我说的话就是证据。我想让谁死，谁就得死。好，这么说来，你是不装了，即使师出无名，也要把我诬陷致死。那又如何？你们能拿我怎么样？周月卓，你如此肆意妄为，你是在藐视王法吗？麒麟大人，我这是在为民除害。我希望你不要横加阻拦，否则的话怎么样啊？你是要连我也一起杀了吗？那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麒麟大人，我这是在替神主大人的父母报仇。麒麟大人如果要执意阻拦的话，那我就连你一块杀了。
来人！萧国主到。周家主真是好大的官威啊！父亲，此人是谁呀？为何京城所有权势对他如此尊敬？闭嘴！他可是大夏国2大国主之一，地位仅次于国主和神主之下。我们这些所谓的京城世家，在他眼里狗屁都不如。他随便一句话就能捏死我们。什么？这等人物也能来这儿？不会也是来找周叔叔的吧？大多如此吧。拜见萧大人。今日是神主举办宴会，为何如此大动干戈？禀告萧大人，我等奉命在此抓捕杀害神主父母的凶手，而麒麟大人却受了这小子的好处，公然庇护他，还想杀了我们在场所有人。哦，是吗？我也是奉神主之命来调查此事的。看来今日我们的职责是一样啊！哈哈哈哈哈！方圆，看来这次你难逃一死。萧大人这次也是来抓捕你的。有些人啊，明明死到临头了，却还不自知，真是可悲啊！在萧大人面前，你还敢如此口出狂言？你是想早点死吗？啊！上！住手！周家主，这次我的调查结果看来跟你的不大一样啊。来人，拿名册。萧大人，您这是什么意思？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李家家主曾设计陷害方圆父母，害其亏损100亿资金。这不可能！萧大人，我没做过这种事啊，冤枉啊！林家家主曾在方圆父母的药上动过手脚，害其落下病根。赵家家主曾派人对方圆的父母进行了恐吓，害其精神受到严重的伤害。还有你，周月灼，联合现任方家家主方承周，害死方圆父母，其罪当诛。萧大人，这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为了一个废物而杀害这么多的京城权贵？他只是一个北域的杂兵而已啊！京城权贵，我看你们是我们大夏国的蛀虫还差不多。今天杀了你们，就算是便宜了你们。不对，这不对，这不是这样的。神主大人呐，我要见神主大人！别争吵了，今天这局就是为你们所布下的。今日之宴，乃神主专门布下，为的就是肃清宵小，为方先生的父母昭雪。为的就是肃清宵小，为方先生的父母昭雪。不是，这个宴会不是神主为了宴请京城各大势力而准备的吗？是啊，周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对，神主身份尊贵，那是天人将士，怎么可能会因为一个小小之辈而大动干戈呢？这一定是你耍的局，你一定是他请的演员，你们骗不了我的！大胆！先前是诬陷我与方先生，现在又公然怀疑萧大人，我看你是找死！周月灼，我说过，如果你也参与了当初害我父母那件事，我是绝对不会放过。还有你们，我以你们同是方家族人，你们却如此心狠手辣，杀了我父亲，还将此罪名栽赃于我，简直是万死难赎的死罪！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不光是麒麟，连萧大人也帮这个小子，这究竟是为何呀？这不对，那个人他说的不是这样，他明明说今天这场宴会就是为了调查清楚杀害神主大人父母的凶手，怎么就变成西之人的冤屈了？难道说你是北域神主？我虽召开了此次宴会，但并没有公开说明为了查清我父母死亡的真相。他又是怎么知道的？难道说他背后还有人在操控这一切？神主视镇北铁军的士兵如家人，他知晓了方先生的经历，自然不会袖手旁观，所以派我们来调查清楚真相。原来是这样，
就凭你们杀不了我！杀不了你，我还就不信了。我作为神主座下第一护卫，凭什么杀不了你个小小的周家家主？等等，朱月竹，我知道你背后还有人，告诉我他是谁，我可以不杀你。我是不会背叛那位大人的。今日就算我栽了，我也不能供出他是谁。我如果说了，那我周家就是彻底覆灭了。方圆，你是永远都不会知道杀害你父母的背后黑手的。看来你是在挑战我的耐心啊，那就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剑硬。我数30，如果你还不说，我保证你会人头落地。3、2、1。我说，本来以为你是个硬骨头，没想到也只是个贪生怕死的孬种。我大夏有你这样的蛀虫，简直是莫大的耻辱！快说，杀害你父母的是刘什么人？什么人？风仙，小心，有刺客！定是周月州背后的人，快去追！动手之人应该还没跑远。是。究竟是谁设计的这些事情？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出了一点瑕疵，不过还是杀了。连你都受伤了，看来这麒麟不愧是北域神主座下的第一护卫啊！主人，方圆已经一步步接近真相了，下一步该怎么办？是时候开始我们的计划了。主人，您是说？没错，去办吧。是，属下遵命。方圆，这次算你命大，下一次就没有这么幸运。怎么了？怎么愁眉苦脸的？公司资金链的漏洞太大了，已经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了。如果再这样下去，京都恐怕就再无林氏集团了。林家在京都也算是排得上号的家族，资金怎么会如此窘迫呀？我父亲在世时，为了让林家壮大，10几年间花了不少钱，这儿一点儿，那儿一点儿，这漏洞也就越来越大了。我母亲当初逼迫我嫁给周远东，也是因为他们会承诺给我们20亿的资金，填补上资金的漏洞。原来如此，怪不得你之前会。周家不在了固然是一件好事儿，但这漏洞也就没有办法补上了。云柔，既然我已经回来了，就不会让你再受半点委屈。不就是区区20亿吗？我挥挥手就能轻松搞来。好啦，别说了，那可是数10亿的资金缺口，哪里解决得了？先把咱爸妈的灵位给安置吧。可是，麒麟，帮我去办件事。我交代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启禀神主，已经安排下去了。我已经让全京城最大的商会全道商会为林家注资100亿订单，足以解决林家的资金问题。不够，传我之令，3天之内，我要在京都举办一场世家择选大会，将京都世家全部打乱，重新排名。我要让林家登上京都第1世家的宝座。是，属下这就去办。还有什么事吗？神主，镇北铁军已在郊外驻扎数日，您若再不率兵回北域，边境恐再生事端。如今事还未曾了却，我不能离去。你们且带着镇北铁军重返北域，镇压宵宵。神主，这镇北铁军是你一手打造，100万大军只听你一人号令，我们恐怕……不必再说了，我心意已决，你手持此剑，自可让100万镇北铁军听你号令。你且率军回去，与那6国签订停战条约。神主，这万万不可！王权剑如此尊贵，属下怎么肯？不要再说了，待我处理完此件事宜，我自会回北域镇压一众贼寇。你这个逆女，我是不是不叫你回来，你就会跟方圆那个废物私奔呢？妈，不是的，我今天是去处理资金的问题了。好了，不用说了，你以后就不要再跟方圆联系了，以后永远不要见着。妈，这方圆已经把周家的事情解决了，你为什么还要这样？为什么？那方圆他就是一个逃兵，一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废物，他能帮我们林家什么问题啊？我现在已经为咱们林家谋得了一个天大的机缘，只要你
嫁给我。哎呦，刘会长，您怎么来了？来了也不说一声，我好去接您啊。我当然是来看看能让神主大人亲自给你们林家下100亿订单的女人长什么样。今日一见，果然漂亮。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刘会长啊，向神主大人求情，为我林家求得了100亿订单。只要你愿意改嫁于他，就可以解决我林家的资金问题了。不可能！我说了，我这一生只爱方圆一个人，别说是100亿资金了，就算他把天上的星星摘下来，我也不可能嫁给他。刘会长天纵英才，乃京都第一拳道商会会长，为我林家求得了100亿订单，解决了资金燃眉问题。你到现在还向着方圆那个废物那个逃兵，你气死我呀你！哎，别生气嘛，等银柔看了这个东西，她就不会这么想了。银蛇铁，竟然是银蛇铁！银蛇铁，竟然是银蛇铁！我听说明日神主大人召开世家择选大会，排世家名次。这银蛇铁虽然是最低等级的，但也足以让我林家在诸多世家名列前茅了。有了这银蛇铁，你们林家即可超越周方两家，成为帝都顶级豪门。银柔，这不比天上的星星更珍贵吗？哎呦，那是，刘会长啊，人脉如此之广，竟能把这东西搞到。云柔啊，快谢谢刘会长啊！我相信方圆，他既然有能力消灭周方两家，那即便不靠这个帖子，他也能让我们林家做到难以想象的高度。他能消灭周方两家，那是因为神主大人心地善良，看在他在北域当过兵，才会为他主持公道。现在麒麟和萧国柱已经回北域了，你觉得谁还会为他出头呢？那方圆啊，就是一个临阵窃逃的逃兵，哪比得上刘会长您半根毫毛啊？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有这个店了，你们俩可得想好了啊！哎呀，刘会长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劝告云柔的。那明日就在众世家面前见证我们林刘两家的姻缘。宝贝，我走了。哎。神主大人，按照您的要求，我们已安排妥当。今日之后，林家即可成为江都第一大世家。好，不要声张，我要给云柔一个惊喜。是。方圆儿，云柔，林家既可以矗立在京城之巅，成为顶级世家之一，你为什么还这么愁眉苦脸的呀？方圆儿，我真小看你的脸皮了，没想到你竟然为了想攀上我林家的权势，追到了这里啊！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还装啊！你不就是得知了我林家得到了神主大人的银蛇帖，想借我林家之名混入这大会之中？我告诉你，别白日做梦了！笑话！你林家的银蛇帖还是我派人送去的，我何须借用你们的名义？你可真会往脸上贴金呐！你真以为萧国柱和麒麟大人帮了你一回，你真的就是北域神主了？你若不信，大可去问柳天泉。我若不开口，他敢办这个世家择选大会吗？好大的口气呀！好大的口气呀！一个北域小小的兵卒，也配见我拳道商会的会长？你又是哪里跑出来的喽啰？也敢在这里淫淫狂吠？你这个废物，你给我住嘴！站在你面前的可是拳道商会的副会长，在京都一手遮天，其实你可以顶撞的。即便是柳天泉亲自出现在这里，也要下跪迎接。区一个副会长又算得了什么呀？方圆，你不要再说了。拳道商会乃是京都的第一商会，其势力之恐怖，京都是没有一个世家可以比拟的，这不是你可以抗衡的。若是得罪了他们，恐怕连我都帮不了你。今日这场大会，便是我为林家造势而举办的。他柳天泉不过是给我做事的，我为什么要怕得罪他呀？在京都，谁人不知我柳会长是受了神主大人之命，才举办了这个世家择选大会。怎么到了你嘴里头，成了你为林家造势？你怎么不说你就是北域神主啊？于副会长，他呀就是一个只会说大话的废物。他要真有那本事，怎么会能成为一个逃兵呢？有些人呐，
就是拎不清自己的身份，总觉着自己天生富贵，与众不同。可其实呢，在别人的眼中，只不过是一个随时可以捏死的垃圾。你怎么知道我就不是那个统领百万大军、纵横天下的北域神主呢？说你两句你还喘上了？你要真的是北域神主，那路边的野狗都当哮天犬了。神主大人大发慈悲，为你洗脱了冤屈，你这个人呢，却不知感恩，在这里冒充神主之名，我看你就是一个没皮没脸的小人。玉副会长，不必生气，我这就叫人把他赶走。来人！不必，跟这种人计较，反倒失了我们的身份。小子，去医院好好看看脑子吧，这钱我出。哎呦，不好意思，我腰不好，你得跪下来自己捡。不巧，我不光腰不好，我还有洁癖。你这些臭钱，还是留着自己看眼科吧。方圆，于副会长做到这种地步，已经很给你面子了，你别逼着我们把你赶出去。赶我？别说是你们，就是柳天泉的老子柳国柱来了，也不够格。大胆！柳国柱可是大夏国2大国主之一，岂是你可以羞辱的？来人，把他舌头给我割下来！住手！我不允许你们伤害他。看来今天你是铁了心的要混进去了。可以呀，今天当着林小姐的面，我给你这么个机会，想进去可以呀，从我这里钻过去。让我从你胯下钻过去？没错，人可以走正门，像你这种垃圾，只能从我这里钻过去。于副会长，你太过分了，你这明显就是在羞辱方圆。你给我闭嘴！于副会长什么身份，用得你教他做事？况且是这个废物自取其辱，也怪不得于副会长。我只不过是想让他认清自己的身份，在我们眼里，你只不过是一条稍微闹腾一点的宠物狗而已。厉害，真是厉害！拳道商会可真会仗势欺人啊！少废话，钻还是不钻？不钻就滚蛋！方家曾经的继承人，如今像狗一样的钻裤裆，还真是一件趣事儿啊！方圆，你别理他们，大不了我也不参加这场大会了，我们一起走。他们不就想看我颜面扫地的样子吗？好，我就满足他们。就是这个样子，快跪下，到我这里钻过去，让我看看你满脸愤恨又可悲的样子。可悲？我看你才是可悲的，这裤裆还是留给你妈来钻。你他妈敢打我！方圆，你疯了！竟敢掌掴拳道商会的副会长，你嫌自己的命长吗？我打他怎么了？我还前这一巴掌打得不够过瘾呢。得了，小爷就再赏他一巴掌。方圆，你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打我的脸，我杀了你！完了，这下全完了。来人，把这家伙的手脚给我砍断，扔出去喂狗！别动他！方圆，你赶快逃出京城，回到北域，这样神主大人才能护住你。今日，但凡有一个人敢护着他，那就是与我拳道商会为敌。我会动用所有势力，在京都将其灭杀。云柔，你还护着他，还不赶紧滚过来！难道你想让我们林家给他陪葬吗？方圆是我的男人，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就这样去死。云柔，放心吧，就这点人，还动不了我。好啊，我今天倒要看看是你嘴硬还是你的骨头硬。来人，住手！住手！干什么呢？我问你，干什么呢？禀会长，此人仗着是北域士兵，想强闯会场，我会顾全大局，将其赶出。他却仗着有点功夫，当街伤人。说了多少次，来了就是客。你们如此蛮横，是想让神王大人觉得我拳道商会仗势欺人吗？属下不敢。方先生，管理不周，您见谅，里边请。你啊，还算是懂事儿。要不是有你这番，我都要考虑一下，这拳道商会还有没有必要存在。我们走。
此子如此嚣张，您为何还将其放进去？神主大人嫉恶如仇，最讨厌别人仗势欺人。倘若你真的把他赶出去了，神主大人对我的印象就不好。倒不如我放他进去，让他认清楚他和我之间的差距，也好让云柔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才配得上他。还是会长高明，这我竟然没想到。况且，从方圆的手中抢走他的女人，这不更有意思吗？耶，他不是前几日大闹了京城的方圆吗？他怎么也来了？难道他今日也想来闹事？他也要那个胆儿才行。今日此次宴会，乃是刘国柱的儿子刘天全奉神主大人之命举办的，而他不过是北域的一个小卒罢了。今日能进来这里，多半还是沾了林家的光。干嘛呢？你什么意思？我让你进来，但是你没有资格坐在这儿。诸位都知道，今日这择选大会是在下受神主大人所托举办。林家之所以能坐在第二排，是因为得到了神主大人的银蛇帖。你又不信林，你跟着林家沾什么光？坐在众世家前面。我锦州海运集团都没有资格坐第二排，他凭什么坐？一个吃软饭的废物，不配坐在这个位置。撤了他位置，撤了他位置。方圆，你听到了，这是大家的声音，可不是我的意思。那柳会长怎么说？我应该坐在哪儿呀？给他找一个离厕所最近的位置，那个位置就挺适合你的。刘会长，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要当着众多人的面羞辱方圆吗？我只是让他认清现实，我要想羞辱他，他连这个门都进不来。刘会长如此仁义，方圆，你却背祖忘宗，亲自将方家毁灭。刘会长不仅不计较，还给你亲自安排了个位置，你还不赶紧跪下来谢恩？方圆，咱不受这个气了，大不了我也不参加这场世家择选大会了，咱们走。你敢？这次大会关乎咱们林家崛起的希望，你居然为了这个废物想要放弃？告诉你，你敢跟这个废物走出这个大门，我便不认你这个女儿。妈，云柔，没事的，我来解决。如你所说，这场大会的座位顺序代表了尊卑，那你的位置在哪呀？我全道商会身为京都第一商会，得到了神主大人给的青芒帖。这青芒帖在银蛇帖之上，我的座位自然是这第一排。什么青芒帖？这可是神主大人之下的邀请帖。看来神主大人对柳会长抱有很高的期望啊，要不然怎么会给这种等级的邀请帖呀？柳会长天纵英才，乃是柳国柱的独子，又得了神主大人的青睐，他日腾飞化龙，指日可待了。是吗？可我总觉得你配不上这个位置。可我总觉得你配不上这个位置。方圆，你好大的胆子！在京都之内，柳会长怎么也算是数一数二年轻辈的教主，他不配坐这个位置，难道你就配吗？你误会了，这么低级的位置，我还看不上。柳会长的位置是宴会的第一排，唯有神主大人的青芒帖才有资格在此落座，怎么到你嘴里却成了身份等级最低的座位了？我看他呀，分明就是来捣乱的。刘会长，还是尽快将此人赶出去吧，不然一会儿神主大人来了，怪罪下来，那可就不好了。方圆，你今天要是不给我一个说法，你就从这儿爬着出去。我不过只是觉得你的座位太低级，你就要当众上。柳天全，你这全道商会的会长，真是好大的官位啊！那以方大少爷之见，在场的哪个座位才配得上你的身份啊？我觉得唯有此座才配得上我的身份。唯有此座才符合我的身份。大胆！知道此座意味着什么吗？此乃本次大会的主座，专属神主大人和二位国柱的，就连柳会长都没有资格染指，你又算个什么东西？还不赶紧滚下来！他没资格染指，那是他自己没本事，不代表我就没有这个资格。
你的意思，敢跟2大国胄比肩，跟镇守北域一众贼寇的北域神主比肩吗？你这话倒是提醒我了。既是主位，又何必设置3个位子？由我所做之位，足矣。大胆狂徒！你今天到此，分明就是来捣乱的。今日这场宴会，我海印集团容不得你。还有我天生集团愿为神主大人除去你的祸端。还有我方圆，先前我念你是北域士兵一职，我饶你一命。但你今天坐在神主大人的位置上，简直是狂妄之极！我要代表众世家还有神主大人除掉你这个废物！方圆，要不你还是赶紧下来吧。如今萧国主和麒麟大人都不在，这么多世家要杀你，没有人能护得住你啊！云柔，不是我想坐这个位置，而是按他们所说，在场之人所坐之位，皆是由身份尊卑排序。既然如此，我也只能坐在这儿。笑话！今天在座的诸位都是京都的豪门世家，而且这前2排更是得到神主大人亲自颁发的邀请函，而你只是一个身份低贱的垃圾，怎么可能坐在这里？就凭这个。金龙铁，这金龙铁乃是大夏国最高身份的象征，只有神主大人和2位国胄才配拥有，怎么会在他手里？拥有此金龙铁，别说成为京都第1世家，就是成为神主大人第1势力，也不是没有可能啊！看来你是知晓这东西的来历了。现在我有资格坐在这个位置上了吧？你刚刚不是说在这宴会上，以海域集团第1个容不下我吗？您说笑了，您坐这个位置可谓是实至名归，我哪敢赶您下来呀？欺软怕硬的东西。还有你不是说要替神主大人除去我这祸端吗？不敢，我刚刚纯粹都是胡说，我张嘴。方圆，我不得不说，你这出戏演得真漂亮。要是没有我，在场的诸位都被你给骗了。柳会长有什么高见，尽管承认，我下公听。我没有什么高见，我只是觉着你这张金龙铁是假的。刘会长，你说什么？这个金龙铁是假的？当然，诸位不要被他所骗了。这金龙铁是何其的珍贵，我父亲身为大夏2大国胄之一，也就侥幸获得1掌，而他只是一个北域的士兵，身份如此低贱，怎么可能拥有金龙铁？对呀，本来就是一个废物，要真有这逆天的本事，怎么会被人陷害充军呢？这金龙铁肯定是假的。方圆，你可真会装腔作势呀！我们差一点都被你骗了。没想到你为了长城面子，居然编造出这样一个谎言，我可真是佩服你的胆量啊！今天你试图破坏这众世家择选大会，又擅自坐上了神主大人的位置，拿着假的金龙铁欺骗我们众世家，这里面随便一条罪名都够你死1000次万次。今天就算麒麟在，也保不住你。不愧是拳道商会的会长，靠着一张嘴皮子就把我这金龙铁给说成是假的了。恐怕今日就算是神主亲至，你也会说成是别人假冒的吧？纵使你嘴皮子再犀利，也改变不了你这张金龙铁是假的，同样也改变不了你要命丧于此。那如果我让你父亲，也就是柳国柱亲自过来证明，你要能把我父亲叫来，我就当众跪下给你磕3个头。好，记住你说的话，我命你3分钟内立刻出现在我面前，否则后果自负。答应我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柳国柱，请放心，只要你把我要的东西准备好，方圆必死无疑。毕竟我们也想让他生吞活剥了。那我就放心了。国主，混账！为什么不敢报告？国主大人，是方家那个叫方圆的小子，让您3分钟之内出现在他面前，否则后果自负。难不成他已经知道我的计划了？行，我知道了，下去吧。是。难不成方圆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合作？应该不会，否则以他的性子，早就杀过来了。稍等片刻，我马上去处理一下。那我就坐等柳国柱的好消息了。别怪我没提醒你，
如果事情败了，我就先告辞了。我可不想陪你一起去死。笑话！我父亲乃是大夏2大国柱之一，你一个电话就能把他叫来，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你配吗？笑话，多笑会儿，一会儿我就让你跪在地上哭。我知道你现在如此嚣张，不是因为你这张假的金龙铁，而是你觉着萧国柱跟麒麟2位会为你撑腰。但我告诉你，萧国柱跟我父亲旗位相当，今天就算我杀了你，他们俩也不敢说什么。萧大人身怀大义，以大夏国为重。今日你造假金龙铁，毁了金龙铁，就算他现在在京都，也不会站在你这边的。我告诉你，我敢行如此之事，从来靠的不是任何人，而是我自己的本事。吹牛逼的本事吗？那还真是独步天下呀！方圆，你真的有把握吗？这柳国柱可是杀伐果断上的国柱之位，若是今日的事被他知道的话，他是不会放过你的。那是他对其他人，在我面前是龙，他得盘着；是虎，他得卧着。他若超时没到，我也不会放过他。放肆！竟敢对我父亲如此大放厥词！你真以为萧国柱帮了你一次，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柳会长，此人所犯之罪，每一条便足可灭族。如今又当着众人的面公开挑衅柳国柱，属下请命将此人灭杀在此，以正柳大人之威。此人如此猖狂，擅作神主之位，毁坏我世家排名之大事，请柳会长主持公道，诛杀此柳。请柳会长主持公道，还在场家族一个朗朗乾坤。请柳会长主持公道。柳会长，方圆此番言语并非有意，只是为了照顾我林家的脸面。若你今日放过他，我愿意做任何事情。这么说，你是答应嫁给我了？什么？云柔，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柳会长大意，不仅为我林家带来了100亿订单，又为我们送来了一张无价的银蛇帖。只要云柔嫁给柳会长，这些都是我们林家的。而你，不过现在还只是一个只会说大话的废物。这些东西都是我委托麒麟送到林家的，和师团柳天全给的了。云柔，你是被他蒙骗了。林小姐为了救你，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而你呢，好高骛远，满嘴谎话。你也看到了，这个人根本就配不上你。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才是你最好的选择。云柔，你别听他的，林家的一切问题我都可以解决，包括这场宴会，也是我为了让林家成为京都第一家族才举办的。够了，方圆，你别再说了。我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只想平凡的度过这一生。你走吧，我不想再看到你。滚！听见了吗？看在我们家云柔的面子上，我今天可以不杀你，像一条丧家之犬一样滚出这里。想要平凡的度过一生，可是在我身边没有人可以平凡。你们不就是想看我狼狈下台，并以此为乐？我还是那句话，你们谁能让我离开此座，就尽管人世。云柔，你看见了，不是我不可放过他，而是他自己作死。来人，给我打断他的双腿，挂在京都之巅，以告诫世人，与我拳道商会为敌者，杀无赦。是。时间到。住手！住手！柳国柱大人竟然真的来了！参见柳大人。父亲，您怎么来了？我要再不来，事情全让你搞砸了。父亲为何如此动怒？难道这小子搞乱择选大会的事情已经传入父亲的耳中？父亲怕神主大人怪罪下来，所以才会如此大发雷霆。父亲，不是我想把此次宴会搞砸，而是这个人仗着有萧国柱给他撑腰，在这试图搞乱宴会，还坐上了神主大人的位置。没错，我可以证明，这个人为了自己的面子，公然挑衅神主大人的权威，简直是罪大恶极。此人之狂妄，我等亲眼所见，我也可以证明。我也可以证明。我也可以证明。方圆，如今柳国柱也亲自到场，如果还不下来的话，事态就会发生到无法控制的地步了。我为何要下来？按他们所说，我有此帖，为何不能做此位？你小子不说我都忘了，
父亲，这个人拿着假冒的金龙帖，试图哄了我们这些众世家。今日幸好有您来了，还请您下令诛杀此人，以儆效尤。要治我的罪，恐怕他柳国柱还没这个资格。柳大人身为大夏2大国柱之一，地位仅在神主大人之下，你居然说他没有资格治你的罪？你哪来的底气？就凭你手里这张假冒的金龙帖吗？你未免太狂妄了！方远，你以为有萧国柱给你撑腰，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但我告诉你，今天你犯的罪，就算天王老子来也保不住你。我说的，你错了。我方圆之所以能纵横天下，靠的从来都不是外物，而是我自己的本事。你的意思，您有凌驾于在座所有人之上的身份，连2大国柱也拿你没办法吗？没错，我就是这个意思。放肆！你好大的狗胆！竟然敢当着众世家和我父亲面前说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话！父亲，请您让我打断他的双腿，为您消气。柳国柱，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吗？你们真是胆大包天！我父亲竟然如此失态，看样子是真的动了肝火了。方圆，今天不光你得死在这儿，跟你有关系的人都得死在这儿。柳大人，您千万不要误会啊！你要治他的罪，不要扯上我们林家。你女，赶紧离开那个废物！对不起，妈，就算全世界都对付他，我也不会离开他的身边的，因为我是他的女人。云柔，我果然没有看错你。你愿意跟他一起去送死，我不拦着，但是你不能让我们林家跟他一起去陪葬。今天我就是打断你的双腿双脚，我拖也要把你拖回来。哎呀，我是不会伤害云柔，我会让云柔亲眼看见我是怎么将方远一点一点折磨致死，让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才配得上他。柳国柱，国柱大人，你儿子都如此威风，你这个老子是不是也要在我身上割几块肉，才能彰显你国柱之威呢？再借我10个胆，我也不敢得罪你啊！父亲，他不就是北域的一个小卒，有萧国柱给他撑腰吗？在你面前，他也不过是混账！竟敢这样跟方大人说话！家门不幸出此逆子，还望大人降罪。这怎么回事啊？柳大人位极人臣，怎么向方圆下跪？难道他背后真的有无法想象的恐怖背景？方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可是大夏2大国柱之一，身份仅在神主之下，我哪敢治您的罪啊？我还怕我一不小心说错话，您要诛我9族呢。逆子，都是你干的好事儿，还不跪下来给方大人认错！让我给这个身份卑贱的小卒下跪，您不如杀了我！逆子，今天我就是给你推大赦，你得给我跪下来！柳国柱，你这么做倒显得我有点仗势欺人了。我们要以德服人嘛。那您的意思是？刘会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刚刚你好像说，如果你父亲来了，能证明我手上这张金龙帖是真的话，你就给我下跪磕头，对吗？那就请柳国柱看看，我这张金龙帖是真是假。那就请柳国柱看看，我这张金龙帖是真是假。方大人，您说笑了，以您的身份，您说他是真的，他就是。我就想知道他妈的这张金龙帖到底是不是真的。这张金龙帖，金碧辉煌，龙象栩栩如生，这确实是真的。居然是真正的金龙帖，难不成是萧国柱给他的？难怪他敢在这个诸多世家面前如此称王。萧国柱与柳国柱平级，如果只是萧国柱是他的靠山，不会让柳国柱如此忌惮。难道他真的有大背景？先是萧国柱出面解决宴会之事，今天又拿出金龙帖震慑枭雄，让柳国柱都如此客气有加。方圆，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既然已经证明这张金龙帖是真的，那这个位置我配不配坐呀？啊，方大人身份尊贵，纵观咱们全场，也只有他能坐上这至高无上的宝座。好，那就请柳会长
履行我们之间的赌约吧。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跪还是不跪？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跪还是不跪？让我给你这个身份卑贱的下民下跪，你做梦！生而在世，人人平等。好，既然你这样说，那我明日便亲自到你刘府上，看看你为什么会说出这种话。他若明天过来察觉到不对，那我多年的谋划都会功亏一篑。不行，不能因为此事坏了我的大计。逆子！今天的事儿全都是因为你。方大人不杀你，已经是天大的恩典了。你要是再不跪，我就跟你脱离父子关系。快，跪下！好，我跪。你们呢？意下如何？方大人，我错了，我刚刚不应该怀疑您的身份，求您饶我一命，饶我家族一命吧。方大人，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没能识得您的真龙身份，我愿意付上我家族半数家产，只求你能平息怒火。看在你们还算懂事的份上，我就饶你们一命。但如果还有下次，定斩不赦。谢谢方大人，多谢方大人。今日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宣布。这时候，林家便是京都第一世家，你们可有异议？这时候，林家便是京都第一世家，你们可有异议？方圆，我林家如今实力尚浅，这恐怕会……云柔，你值得登上这个位置，况且有我在这，没人会反对的。你们说是不？我看谁敢说不？对，林小姐菩萨心肠，手段绝世，又有方大人帮衬，我相信在林家的带领下，我们一定能更加昌盛。没错，我天生集团支持林家登上京都第一世家的宝座。我张东李家支持。我支持。我林家竟然真的成为了京都第一世家，这一切就像做梦一样。这不是在做梦，今日这一切本来就是我为林家准备的，只不过出了一些差错。哎呀，我就知道你非池中之物，云柔能嫁给你啊，那是她上辈子修来的福分。方大人，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带着犬子先行告退了。等一下，公事虽然解决了，但我和柳会长还有一点私事没有了清呢。方圆，你不要得寸进尺，我该给你的都给你，你还想怎么样？就是，柳会长向你低头，那不过是看在柳大人的面子上，你不要如此咄咄逼人。你真当柳会长是泥捏的吗？我咄咄逼人？那你假用宴会之名，逼迫云柔改嫁，这件事该怎么算？这宴会本就是神主大人降福于我，我为自己谋些福利，有何错之有？把乔小明你说的如此婉约，你拳道商会的公关手段，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方圆，要不算了，我林家如今得到想要的东西了，没必要这样，要不就各退一步吧。不行，只是让他举办一场宴会，他就能行如此之事，日后指不定会做出什么穷凶恶极的行为。柳天泉，今天你要是解决的不能让我满意的话，就别想离开。方圆，你不要逼我，大不了我搭上整个拳道商会，跟你拼得鱼死网破。你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吧？别说你一个小小的拳道商会，哪怕就是加上你整个柳家，也伤不了我一根毫毛。看来不放弃点东西，他是不会善罢甘休了。既然如此，
刘大人，我这还敢狡辩？我儿本性善良，要不是你从中作祟，他怎敢做出如此下作的事儿，还去抢方大人的妻子？刘大人，我没有，这一切都是柳会长。住嘴！于海恶贯满盈，罪不可恕，按大夏律法，理当处死，把他拖下去，立刻执行。是。哎，大人，我没有，饶我这一回吧，大人。方大人，罪魁祸首于海已经被我处决了，这一切都是他的事儿，跟我小儿没关系。能不能看在老夫的薄面上，放小儿一马？好一招祸水东引啊！还为你儿子临时找了个替罪羊。柳国柱啊，你可真是好手段呀！方大人言重了，这一切全都怪于海，这何来替罪一说呀？你当我是傻子吗？你以为我真的这么好骗吗？不敢不敢。你竟然敢对我做这种事情，我要把你千刀万剐！我不杀你是看在你父亲的面子上，要不然你现在已经是一个死人了。此事已了，若还有下次，你知道的。是。多谢方大人不杀之恩。你们俩给我召集所有的兄弟，拿好家伙，跟我一起去林家。看人，走。是。干嘛去？爸，方远夺走了我男人最宝贵的东西，我要找他报仇，将他千刀万剐！混账东西，差点坏了我的大事，现在还想给我添乱？爸，您是以杀伐果断才当上国柱之位的，您为什么怕这个小子？全儿性格冲动，如今又遭此劫难，还是先不要告诉他我的计划才好。怕他？方圆算个什么东西？我只是怕他背后那个人。爸，您的意思是？没错。就凭方圆一个北域小兵，凭什么得到萧国柱的帮衬，还能得到至高无上的金龙贴？这一切肯定都是北域神主的安排，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除掉我这个遗迹。爸，您有没有得罪神主大人？他为何要？我要成为大夏国金字塔最顶尖的那个人，但是神主察觉到了这一点，而方圆近日所做的一切，应该是得到了神主的命令。我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降低神主的戒备心。我说这小子怎么敢对您不敬呢？放心吧，儿子，等我的计划成功了，我第一个就杀掉方圆，为你解气。方圆，今日之耻，日后我要让你百倍还回来。徐柔，怎么了？我脸上是有什么东西吗？没有，只不过这一切都太过于梦幻了，就跟做梦一样。这一夜之间，我林家就变成了京都第一世家，就连柳国柱都对此如此恭敬有加。即便是有萧国柱为此撑腰，那也不可能让柳国柱的态度转变得如此之快啊！除非……云柔不会已经是猜到了吧？女人的第六感真是可怕。除非一定是神主大人的手笔。神主大人一定是知晓了如今的京都世家太过于腐败，想要将其推倒重来。而你呢，又接到了神主大人的命令，所以柳国柱才如此的忌惮，对不对？啊，对，哎呀，没想到我隐藏的这么深，还是被你看出来了。如今京都内风云未定，还是现在时别让云柔知道我的身份为好。现在林家已经是京都第一世家了，怎么还苦着张脸啊？
如今的林家只是名义上的京都第一世家，实力、商业和财力等一切底蕴，连一流家族都比不上。恐怕这位置呀，也做不了太久。喂？什么？你说的是真的吗？啊，好的好的，我一定准时到达。怎么了，云柔？国外的奥斯集团明日要来到京都举办一场地皮招标大会，那可是国外的龙头集团，市值几乎超过100亿。如果我们林家能跟其合作的话，就能在短时间内提升能力，就能坐稳这京都第一世家的位置了。不说了啊，我先去准备相关事宜了。哎，出来了，出来了。属下参见神主大人。这种虚头巴脑的礼仪还是免了吧。说说北域的事情吧，处理的怎么样了？麒麟迟年佩剑已回到北域，各大骚乱已经被平定，只是什么？只是他们以各种理由拖延时间，迟迟不肯签订停战协议，似乎另有目的。这群贼寇竟还贼心不死！无妨，待我处理完此件事宜，我便亲自回北域，正视尔等肖像。是。等等，给我查查奥斯集团的底细，看看明天的招标会有没有什么猫腻。奥斯集团乃国外房地产的龙头集团，一直与我大夏有着密切合作，而且这次他来京都参加的招标也是正常的商业行为。神主，您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吗？我刚扶持林家成为京都第一世家，底蕴尚浅，这奥斯集团就送来一个招标会，未免也太巧了吧？我总觉得这里面有什么不对，还是查查吧。希望只是我想多了。是。北域现在如此不稳定，你也坐不住了吧？怎么样？如会长所料，林家底蕴尚浅，立刻就答应了参加明天的招标大会。好，昨晚我花了重金联合奥斯集团布的这场局。他方远还在为明天能参加招标会沾沾自喜，殊不知明日就是他林家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会长，方圆的背景如此恐怖，让国柱大人都如此忌惮，我们真的是他的对手吗？怕什么？明日的招标大会比的就是财力，我柳天权在财力这块我怕过谁？他10个林家都不是我的对手，如果他用强大背景来压我，那就让神主大人对他失去信心，到时候他就走投无路。会长英明，属下这就去办。柳会长，李兄，怎么样了？柳会长放心，只要令尊肯动用大夏国的权力，让我名正言顺地成为奥斯集团的掌权人，用商业手段灭掉一个小小的林家，对于我来说，那就像捏死蚂蚁一样简单。好，那我就放心了。方圆，之前的耻辱，我要让你加倍的还回来。这招标大会竟能在这县仙楼上举办，光是这会场啊，租上一天都要上亿资金呢。这奥斯集团出手可真阔绰。云柔，不用羡慕，不日之后，你林家既可与奥斯集团成为平起平坐的存在。我相信你。哎，妈，你怎么来了？我如果再不来啊，林家的产业就要被你和这个废物给败光了。妈，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先前要不是因为方圆，我们林家又怎能坐上京都第一世家的宝座？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得到奥斯集团招标大会的邀请？我已经从柳会长得知了他的底细，原前所为，我是运气好，
咱们林家空有第一世家的名头，论财力远不及他们。他这次带你来参加招标大会，是在毁了咱们林家。不是他要带我来参加的，而是我自己决定要来的。妈，你之前不是一直想要看林家崛起吗？现在有这个机会了，我就不能放过。你这个逆女，你不知道柳会长也来参加吗？他之所以参加，就是因为要报之前方圆的一箭之仇的。你难道想让咱林家跟着一起陪葬吗？对不起，妈，这次我想听我自己的。你精彩啊，精彩！这招标会还没开始，你们就在这儿表演，还真是辛苦你们了。柳天全，怎么先前的苦头还没吃够，又来找打了？方圆，你有什么可得意的？你不就靠着神主大人背后的势力？我告诉你，今天的招标会比的可是财力。然后呢？你虽利用你的背景，把他林家搞得京都第一世家，但是论财力，在整个京都没人能比得过我。我今天就是把你们林家搞破产了，神主大人也不会说什么。柳天全，今时不同往日了，我们林家已经不是那个任人蹂躏的软柿子了。今日招标大会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林云柔，你有什么好狂的？你不就靠跟他睡把你们林家睡到现在的地位吗？没了这张脸，你还有什么呀？柳天全，你莫要胡说。怎么了？我就开个玩笑，你着什么急啊？他不过是一条胡乱咬人的狗罢了，我们何必跟一只狗置气？也不是说今天要林家破产吗？那我也给你留一句话，就靠你们全道上会，还不够格。哦，那要是加上我奥斯集团呢？哦，那要是加上我奥斯集团呢？你又是谁？你竟敢用这种口气跟李先生说话？他可是这次招标大会的主办人，奥斯集团的代理总裁，他一句话就可以决定大会许多世家的兴衰。说了这么多，不过只是一个代理总裁，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人物。你知道他的身份，竟敢如此无礼！你是想我们林家跟着你一起遭殃吗？李先生，这个家伙跟我们林家没有半点关系，希望这次招标大会您不要针对我们林家。不过是一个鼠目寸光的井底之蛙罢了。哼，以他志气，倒显得我有点小气了。不过，有没有他，我都会针对你们林家，这倒不影响。李先生，你这话什么意思？今日奥斯集团亲自邀请我林家参加这次的招标大会，不是因为看好我林家的潜力，日后好合作吗？潜力？什么潜力？一个空有头名的家族，毫无底蕴的垃圾家族，给我当垫脚石我都嫌硬。既然如此，你又为何邀请我林家参加这次的招标大会？要不是柳先生指名道姓让你们林家参加，你觉得以你们林家的实力，有资格参加我们奥斯集团的招标大会吗？什么？是柳天全让奥斯集团邀请林家参加招标会的？当然了，不过呀，你们别误会，我呢是想看你们到时候没有钱跪下来求我的样子。柳天全，你不要欺人太甚了，大不了我林家不参加这次的招标大会了。方圆，我们走。走！哼，我告诉你，哪儿都别想去。现在京都众世家对你们林家靠外界实力扶持到京都第一世家已经很不满了。今天这个招标会，若你们林家不展现自己的家族实力，堵住悠悠众口，别说这京都第一世家的名头，就连你们林家也会被京都逐出在外。林家被逼到这个地步，都是因为你。你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啊？还把林家带到京都最高，你简直是白日做梦！我看你就跟这个废物一样，就是个一事无成的蠢货。云柔不是蠢货，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放心吧，剩下的交给我。我告诉你们，林家今天不仅要参加招标大会，而且会把你们狠狠踩在脚下。狠狠地踩在脚下。啊，我没有听错吧？要把我们踩在脚下？很久没有人敢在商业领域与奥斯集团这样说话了。哎，李兄，
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他就是一个口出狂言的跳梁小丑。你没了深厚的背景，你拿什么跟我比？是吗？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啊。好啊，那我就看你怎么来送死。不过你就算不来，我也可以理解，毕竟你只会躲在别人身后。方圆，全道商会的财力雄厚，如今又和奥斯集团强强联合，放眼京都境内是没有一个世家可以与之抗衡的。你真的有办法吗？他就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抗衡这两个庞然大物的资金。我看呢，刚才他说的那些大话呀，不过在强撑自己的面子罢了。放心吧，我方圆说到做到。既然他们自己过来送死的，那也就怪不得我了。你们先进去，我一会儿就到。你最好说的是真的。走。我交代你的事儿如何了？神主，如您所言，这奥斯集团果然与柳天泉有所勾结。密探报告，李成昨夜曾从柳家出入。这李成是什么来头？若我没有记错的话，先前奥斯集团的掌权人可不是他。神主说的不错，先前奥斯集团的掌权人雷纳奥斯这几年疾病缠身，李成是他精心培养之人，所以现在奥斯集团由李成代为掌权。知道了，还是按我之前说的那个计划办吧。哎，神主请留步，这是属下的点心意，希望能帮助神主。你倒是有心了，谢了。神主，这都是属下应该的。那么好，现在这块地皮由全道商会以200亿的价格拍下。林小姐，先前您丈夫不是说要把我们2个踩在脚底下？人呢？该不会是去借钱了吧？李先生，你不要急，一会儿他就会来。还一会儿呢。方远这个软蛋，该不会是害怕把自己搭进去，所以跑路了，把你扔到这儿了吧？谁说的？谁说的？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没事，你来了就好了。方远，我是真佩服你，明知道这是个死局还往里跳。你今天来是身败名裂呢，还是散尽家财呀？你就算把你老子的财产都败光了，都玩不过我。今天谁死还不一定呢。你刘会长，何必跟他一般见识？他若真的想与我们争财力的话，那他日后必定会负债累累，今后的生活那可不好过呀。李兄，你说的对，跟这种废物计较，显得我失了风度。方先生也算来得巧，正好赶上我们最为珍贵的地皮拍卖，大家请看，这是我们新开发的一块地，名为青林海，其中有许多金矿，价值不可估量。没错，这块青林海是我奥斯集团发现，不过这青林海呀，实在过于巨大，我奥斯集团一人吃不下呀，所以拿出来与大家分享。今天谁若拍下这块地皮，今日之后便是与我奥斯集团合作的伙伴。先不说这里的金矿开发，只是与奥斯集团合作这一项，也是我们在座各位梦寐以求的事情啊。哎呀，可惜啊，今天刘会长也来了，在座的各位啊，恐怕没人能争得过他呀。我们也只是来走个过场。是，200亿，200亿，什么人呢？如此大胆，竟然抢了刘会长的风头。好像是方圆，就是他先前打了刘会长的脸，让林家成为京都第一世家。他若没有身后的靠山，他就是个一事无成的废物。这财力还不如柳会长的一根指头，也敢在这里逞强，烦死了！能继续了吗？哦，现在林家出价200亿，还有人继续出价吗？方圆，你真以为现在是林家是你的，在这随便出价？方圆，我们林家现在的资产加起来也不过1000亿，跟他们比就是9牛1毛。你有几成把握拿下这块地？大概10成吧。10成？方圆，你该不会不知道这次拍卖会的规矩吧？不管你喊多少钱，都得拿出10%作为慈善捐赠。你刚才大口一张，20亿可就没有了。你怎么就知道我拍不下这片青林海啊？好，
那我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实力。500亿，就这么点钱，你未免也太小家子气点了吧？我出700亿，我出700亿。方圆，你是故意跟我作对是吧？柳会长，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你可是柳光柱的独子，拳道商会的会长啊！你不是说了吗？价高者得，我这不过只是正常出价呀。好，那就让我看看你有多少钱维持你这可悲的面子。800亿，这傻子真有意思，那就逗他一下吧。810亿，900亿，别麻烦了，今天他出多少，我都多出100块。方圆，你他妈故意耍我是不是？不，你错了，我没有要玩别人，我就玩你。这样吧，他出多少钱我都出一样的，就他妈多加1块钱。林会长，你们这样我很难办的。难办就他妈别办了。哎，刘会长，如今这场拍卖会是我奥斯集团举办的，你这样做，我很难看呀。那就让他一直嚣张吧。这倒不是，他现在之所以可以跟价，那是因为还在他的经济范围之内。我派人已经调查过了，他的财力不过1000亿，只要您一口价咬定，他要是再敢跟价的话，我就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好，我今天不跟你玩了，我出价1100亿，有本事你他妈就跟呀！有本事你他妈就跟呀！能把价格控得这么死，看来他也是知道了林家的资金就1000亿。有本事你继续跟呀！你刚才那副嚣张的劲儿呢，被狗吃了吗？方圆，1000亿已经是林家能拿出的最大极限了。如果继续跟下去，就算买下这青林海，也拿不出更多的钱，到时候恐怕会……资金的问题回来解决。刚刚不过就逗你一下，你就急了。看来柳会长的耐心还需要再磨一下。我出1300亿。终于上当了，等的就是你说出这句话。我说方先生，这招标大会可不是儿戏啊，可不能随便报价，否则就是不给我奥斯集团面子。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刚刚手下调查说，这林家资产不过1000亿吧？是又如何？一个靠女人吃软饭的废物，你跟我玩，你配吗？什么？只有1000亿？我还以为他什么隐形神豪呢，原来啊，小丑一个。他呀，觉得前段时间神主和萧国主帮了他，觉得自己也是个只手之间大人物了，就开始飘了。王先生，你已出价，那就请拿出能证明你资产的东西，否则就是戏谑我等，故意捣毁招标大会。我奥斯集团定饶不了你。不过，这作为京都第一世家的林家，这点钱应该不在话下吧？对，没错，这是招标大会，岂能儿戏？让他拿出钱来！哼，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怎配做京城第一世家的宝座？方圆，现在全京都世家群起而攻之，我林家即将跌入万丈深渊，永世不得翻身，这就是你想要的吗？这想做高位啊，你就得有那个能力。这有些人啊，没有一点自知之明，非要跟我闹到这万劫不复的地步，才知道自己有多么无能啊！厉害，不愧能执掌奥斯集团，几句话就把大家所有的矛头都指向我。没错，林家的资产确实只有1000亿，你承认就好。诸位，此人德不配位，以权谋私，仰仗着自己身后的靠山，在这里捣乱招标会，他根本就不配出现在这里，更不配让林家成为京都第一世家。我提议将此人双腿打断，扔出去。等招标会结束之后，我们再向神主大人定他的罪。我同意柳会长的意见，让他滚出去，让林家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方圆，这下怎么办？你林家没有钱，这不还有我吗？我可没说我没钱啊！我可没说我没钱啊！你就别开玩笑了，今天这场招标大会动辄就要100亿资金，你那点钱能顶什么用啊？方圆，你不会想说
神主大人给了你一个凌驾于我们所有人之上的身份，还给了你富可敌国的财富啊！富可敌国？那倒不至于。不过把你这个小小的拳道商会踩在脚底下，那还是绰绰有余。笑话！我拳道商会叱咤于整个大夏国，不说资产拥有万亿了，光旗下的产业还有流水，拿出5000亿还是没有问题的。把我踩在脚下，我今天要看看你拿什么把我踩在脚下。就凭这个，这什么？这上面既没有顶级商会的标识，也不是为那些大人物准备的无上至尊卡。我估计这里面连100万都没有吧？想拿这个把我踩在脚底下，你今天出门没吃药吧？方圆啊，在我没来大夏国之前，我听说过你的事儿，本以为你是个有实力的对手，看来是我错了，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蠢蛋。方圆儿，你疯了吗？这张破卡就敢跟2位大人商业较量，现在连我林家都要搭进去了。你们连这张卡的余额都没有查，就想置我于死地，未免也太心机了吧？好，我今天就让你死个痛快。来，给我查查他这张卡里有多少钱。这里竟然有7000亿的资产！你说什么？7000亿？我拳道商会1年的流水也不过5000亿，你从哪儿搞的7000亿？方圆，你到底从哪里搞来这么多钱？这是我给你准备的惊喜，足以让林家坐稳第1世家的宝座。行了，你有什么好得意的？区7000亿而已。我拳道商会贩卖一些产业的话，也能拿出来7000亿。哟，柳会长什么时候这么落魄了？都到了要变卖家产的地步了。柳国柱不会说你败家吗？现在你们谁还觉得林家不配坐在京都第1世家宝座的？尽管上前一步，只要你们京都任何一家能拿出比林家更多的资金，我现在就让林家退位。你现在觉得林家有没有资格参加招标会了？李所，我这不是担心招标会出现什么纰漏吗？这事就这样算了吧，大家继续啊！你可真是个笑面虎啊，这样都面不改色。可惜，我现在还不想就这么算。方圆，你还想干什么？他柳天泉能查我的资，那我要查他的资，看他有没有资格跟我在这里竞价。看他有没有资格跟我在这里竞价。你说什么？查我？我拳道商会乃大夏第1商会，放眼整个大夏，谁能跟我比？我需要证明自己的资产吗？怎么了？你怕了？我怕什么？怕被世人知道，这所谓的京都第1大商会的会长，其实就是个穷鬼。不过呀，我也可以理解，毕竟以你败家的程度，5000亿确实不够你造的。刘会长，冷静，他这是在故意激怒你。方圆，大家的时间都是很宝贵的，就不要浪费时间了。大家继续吧。查我的资就是必要之举，查他的资就是浪费时间。既然如此，还搞什么招标会啊？你奥斯集团直接把这块什么青林海给他不就是了？方圆，你这是跟我杠上了是吧？好，我今天就让你查，让你查个够，顺便让你们大家知道我拳道商会背后的版图有多么宏伟。是吗？可惜了，今日之后，拳道商会就不存在了。会长，不好了，贪污的事情被萧国柱发现了，现在商会被查封了，商会的一切资金资产如今全被冻结了。你说什么？是你搞的鬼！你竟然用了这么卑鄙的手段！笑，六会长，你可不要血口喷人啊！你要是光明磊落的话，萧国柱又怎么能查出贪污呢？你这么说的话，是觉得萧国柱办事不公吗？方圆，你好毒的心肠啊！给我扣这么大一顶帽子！今天招标会结束，我就会联合诸位在神主大人面前赞你一状。哎，你想干什么？刚刚说我资金不够，就要把林家都赶走。按你刚刚所说的话，资金不够者不配入座。那如今你拳道商会的资金全部被冻结了，你1毛钱都没有了，你有什么资格和我坐在一个地方？方圆，你不要欺人太甚，小心我拉着你的女人一起死！方圆，
他就是一个疯子，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要不然，咱们还是算了吧。不是我想让他死，是他自己非跑到我面前作死，怪不得我。你是自己滚的，还是我叫人帮帮你？那我只好自己受累，把你送出去了。等等，柳会长并非没有资金，他先前在我奥斯集团贷的1万亿资金已经到账了。李总，你身为此次招标大会的主办方，竟然当众偏袒柳天全，你这样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此言差矣。我与全道商会向来有着密切的合作，但是这次并非是私下相助。柳会长先前在我公司贷的商业贷，现在已经到账。方圆，你没想到吧？你费尽一切心思将我商会冻结，可是我还有后手。当我得到了奥斯集团的金陵海项目，我就拥有一切财力。到时候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将林家除名。方圆，千万不能让他拍下这块地。虽然我们林家也还差1000亿才能与他抗衡，有些事情并不需要钱来解决，是吗？方圆，你还幻想着把我踩在脚下？你也太看不起我奥斯集团了吧？你算什么东西？够资格代表奥斯集团吗？就凭我是集团的代理总裁，我拥有集团的一切钱财，而且可以联合大夏权势，将你还有林家一起封杀。这些够了吗？一个小小的代理总裁能如此嚣张，真是可笑。要不我把奥斯叫过来，看看他是不是也是这个态度。方圆，我对你步步相让，现在你敢出口辱骂我们集团的老总裁，你是有何用意？老总裁？我怎么记得奥斯还没死？你称他为老总裁，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是奥斯集团的真正掌权人？这有何区别？奥斯集团在我的带领下越做越强，奥斯的手下也被我收购数半。这次全道商会只要买下这片金陵海，与我联合开发，我告诉你，我的地位更上一步，便可成为真正的掌权人。哦，原来是这样。我说你们怎么这么好心，来我大夏国举办招标会？哎，李兄，今天招标会过后，他就会成为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光蛋。你跟他说这么多干什么？柳会长说的是，刚才确实是我失态了。不过方圆，我要让你看着你的钱财是怎么一步步流失，到时候一无所有的。那你也要有这个本事才行。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他拍不下这块地，而你今日之后也会被奥斯集团除名。我没听错吧？将我从奥斯集团除名？方圆，你在京都肆意妄为也就算了，你还想骑到我的头上？我倒要看看今天你是怎么将我从奥斯集团除名的。奥斯集团在整个世界上的地位都是举足轻重，而且跟我们大夏有密切的商业合作。你今天得罪了他们，你知道要给我们大夏带来多少损失吗？我告诉你，今天神主来了也保不住你。方圆，你可千万不能冲动啊！若真是这样，你就得罪了整个京都世家的利益。我方圆何须他人来保？而且我也说过，他代表不了奥斯集团的。方圆，你自己找死，就别怪我了。诸位，今日我有心与诸位携手共进，共同发财，但此人将我集团的面子视为无物，若不将此子付出代价，我奥斯集团便终止与大夏的一切合作。方圆，你们要太猖狂了！你想为了自己而损失我们在场所有人的利益吗？我提议将此人绑起来，送到神主面前治罪。没错，我同意。我周家如今还有合作，若是终止，我周家将要损失几10个亿，不能因为这小子的狂话而损失我们的利益。把他抓起来！神也快到了。方圆，你还有什么想说的？没有的话，那就上路吧。住手！奥斯先生，您怎么来了？我再不来，你是不是要把奥斯集团折腾光啊？刚才你说要治谁的罪？就是这小子，
这小子狂妄自大，肆意妄为，仗着背后有神主大人，他还污蔑咱们公司，所以我才……混账东西！我还没死，你真以为自己是奥斯集团的主人了？看来奥斯并没有发现我之前做的事儿，他如此生气，应该只是觉得我今天这个招标大会做得不够好，我得表明态度。柳会长，我集团总裁奥斯先生已经来了，你还能看着他不管不顾吗？李兄，你放心吧，我现在就让人把他腿打断，扔到牢里去，让神主定罪。来人，住手！我看今天你们谁敢动手？今日奥斯集团的天威，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厉害，厉害啊！奥斯先生，您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方先生是我奥斯集团的贵客，是你说动就能动的。您说什么？奥斯见过方先生。奥斯先生，您身份这么尊贵，竟然对他卑躬屈膝！闭嘴！方先生尊贵的身份，岂是我所能企及的？你刚才的行为，险些让集团陷于死地，你到现在不自知。哼！我奥斯集团在国际上影响力巨大，他一个北域小卒，能将我奥斯集团置于死地吗？如今我全道商会即将拍下这《青岭海》，到时候我们两大巨头一起搞这个项目，我们的财产将到不可想象的地步。而且你们奥斯集团会在商业上更上一步，到无可匹敌的地步。我们为什么怕这一个小子？你们，方先生，我知道奥斯集团得罪了你是罪不可恕，我愿将青林海送与您，只求您给奥斯集团一线生机。什么？那可是一块无价的地皮啊！就这样给我们林家了？方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奥斯先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这青林海的价值如果被彻底开发，价值不可估量啊！你居然将它送给这小子，你老糊涂了吧？方圆，你好卑鄙呀！为了赢得这次拍卖会，竟然蛊惑奥斯先生将这块宝地拱手相让。奥斯，不是我不想放你，而是他们执意要死。是你自己管教的，还是我帮帮你？不劳方先生分心。李成，你肆意妄为，败坏公司名誉。我宣布，从现在开始撤销你公司代理总裁职务，同时从公司除名。什么？这些年我在奥斯集团，我尽心力竭，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你将我于奥斯集团除名？不管你有什么功劳，你得罪了方先生，就是十恶不赦的死罪。我要收回先前借给你的1万亿资金，同时奥斯集团和全道商会所有的合作项目通通撤销。老东西，我父亲可是大夏国2大国主之一，他怕你，我可不怕你。你大可叫柳国柱到这儿来，看看他会不会在方先生面前跪地认错。你老东西，我告诉你，这里你说了不算。如果你还是执意保这个小子的话，我不介意送你一起上路。大胆！你敢这样跟我说话？我看你不仅下半身瘫痪了，脑子也糊涂了吧？你真以为我在奥斯这么多年没有留后手吗？干什么？别挣扎了，这些年你在奥斯集团的大半势力已经被我给收买了，我才是真正的话事人。我告诉你，你要是老老实实的在轮椅上度过你的下半生，我还可以考虑不杀你。但是你自己要找死，就别怪我。果然如方先生所说，你真是狼子野心呐！可惜你知道的太晚了。给我动手杀了他，然后把方圆的手机也给我取下来。你不是已经被你毒瘫痪了？李成啊，李成，我视你为己出，
没想到你的心肠如此狠辣，你在我的饭菜里下了慢性毒药，想把我慢慢毒死。幸亏方先生慧眼看出端倪，不然我今天真的死在你的手上了。不可能，我谋划了很多年，不可能失败的。我一定还有办法，我一定还有办法。你就不要再挣扎了。你在奥斯集团收买那些人，今天全部见了上帝了。方先生，把此人交给我，我要亲手执行家法。随你，但我要送你一句话：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是，下属明白。奥斯先生，奥斯先生，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错了。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是一时冲动，我是一时冲动啊！您看在我这么多年对公司尽职尽责的份上，您饶我一马，饶我。你最不该得罪方先生，下辈子记得注意点儿。逼人太甚，你不让我活，我也带你走。方先生，罪人李成已经被我就地正法，你可还满意？我已拿下青林海，今日之后，林家的底蕴定会暴增。这京都第一世家的位置，你们可还有异议？说话呀！你们都聋了吧？那是林家担得起，担得起。有奥斯先生的扶持，林家定然能超越全岛上尉的财力，我支持。林家真的拿下了青林海，这可是京都许多家族都梦寐以求的宝地呀！妈，是真的，要不是因为方圆，那块地又怎么能轮得到我们？云柔，只要你高兴，你想要天上的星星，我也能摘下来给你。是吗？那你跟我来。云柔，说吧，到底对我隐瞒了多少？云柔，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呀？还装？先是萧国柱和麒麟，后来又是奥斯，这些可都是世界上鼎鼎有名的人物，他们都不留余力的帮你，你还敢说你对我没有隐瞒什么吗？你今天要是不跟我说实话，你就别想走出这个门。没想到还是被他猜到了，这女人的第六感真的恐怖啊！好吧，我就是。什么？你说什么？我现在就过去。于总，我现在有紧急事要处理，你先回去吧。你想知道的事儿，我有时间一定会告诉你的。说说吧，怎么回事？神主，边境的贼寇突然反攻，镇北军死伤无数，是属下指挥失职，请神主以军法处置属下，以定军心。起来！事情既已发生，就该想着怎么解决。我要你命有什么用？要死，你也给我死在战场上！是。先前那场大战，我明明已经把他们打得溃不成军了，为何他们能这么快恢复元气，并开始反攻？启禀神主，本来我们已经说好签订停战协议，但他们却临时反悔，夜袭军营，而且避开了所有的岗哨，就好像知道了我们的部署一样。神主，镇北铁军的部署那是绝密，只有大夏的高层才会知道。属下怀疑，这种扰乱军心的话，不要再说了。是属下失言了。你们说的也有道理，这样你们两个先暗中调查。我今晚就回北域，只要将那联军的头目魔君拿下，他们自然就会。不用麻烦，我来了。你是四大魔神之上的魔君，入侵我大夏的罪魁祸首。没错，北域神主。我们虽然交锋过多次，但这应该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吧？入侵我大夏，还敢出现在我的面前，你真是好大的胆子！不过这样也好，省得我再去找你了。北域神主名不虚传，果然武力无双。不过我觉得你今天杀不了我。哦，是吧？那你可以试一试呀。方圆，救我！救我啊！这是云龙的声音，你把他怎么样？夫人现在正在我那里做客，
如果你再不松开的话，我不确定他会遭遇什么。说吧，你想怎么样？痛快，那我就实话实说。我要北域，只要你能够把北域交给我，我保证你和夫人能够团聚。看你是在痴心妄想。是吗？看来夫人在你心目当中的位置不太高啊。不着急，3日之后你一个人来醉神阁，我等你答复。如果我不满意的话，那就只好让我的手下品尝一下贵夫人的柔情似水了。你要是敢动他一根毫毛，绝对会把你碎尸万段。是吗？那我们拭目以待了。你们先回北域，稳定军心。3日后，我一人前去醉神阁会会这魔君。神主，这魔君狡诈如虎，他一定在醉神阁设下了部署，一定有一个巨大的陷阱在等着您。此去凶多吉少，您是北域的守护神，此事万万不可。是的，依属下看来，还是由神主亲自回北域主持大局，由我等留下来救林小姐。事关云柔的安危，我必须得亲自去。至于北域，我想到一个办法。神主技勇双全，我等自愧不如，属下这就去办。去吧。是。爸，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爸，你根本想象不到方圆背后的实力有多强大，他竟让萧国柱封了我的商会，冻结了我所有的资金。估计下一步就要向您动手了。爸，咱们跑路吧，爸。傻儿子，咱们不但不用跑路，3天之后，咱们将会站在大夏国之巅。宇文皇，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大夏的死敌，您怎么会在这儿啊？儿子，不用慌，他是为父的朋友。事情办得怎么样了？不出意外，3日之后大计可成。很好，儿子，为父答应过你，会让你成为权势之最，将方圆踩在脚下。现在机会来了，就看你的了。好，我听父亲的。云柔，放心，我一定会把你救回来。那些想害你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哟，这不是方家少爷吗？怎么落魄成这个样子了？柳天泉，先前让你在宴会上跑了，你竟还敢出现在我面前，是嫌自己活得太长了吗？你在这神气什么呀？你不就仗着自己有强大的背景？没了那些背景，你什么都不是。当初你毁了我的一切，今天我要毁了你的一切。我现在拥有的一切，靠的从来都不是外物，而是靠我自己。你说我毁了你的一切，那只是你自己咎由自取。靠你自己，你配吗？啊！你今天来不就想救云柔吗？我告诉你，你不但救不了她，我还要当着你的面让你看我是怎么将她蹂躏致死的。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说，你和宇文皇什么关系？等你到了西天，你自然就知道是什么关系。哼，找死！滚开！都别说什么他，下个就轮到你。听你这口气，是不太在意林小姐的安危了呀。你最好保证她安然无恙，不然的话，你们谁都别想活着走出京都。那就要看你的诚意。云柔呢？她在哪？你搞清楚，现在是你有求于我，你这是求人的态度。想见云柔啊，跪下来求我。我在跟你主子说话，什么时候轮到你这条狗插嘴？方圆，我他妈弄死！我的忍耐是有限的，要是再让我看不到云柔，我就先杀掉这条乱咬人的野狗！王元大人，救我！把他带进来。云柔。云柔，你，哎，
可别乱动，要不然他可就成肉泥了。你是柳天君找来报复我们的吗？我愿意承担全套商会的一切损失，我和方圆就只是普通人，我求求你，不要伤害我们。你说统领100万镇北铁军的北域神主是个普通人，这不是天大的笑话。什么？你是北域神主？什么？你是北域神主？难怪萧国柱和麒麟都会毫不犹豫地帮你。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本来想等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再告诉你我真实身份。我就是怕把你牵扯进来，没想到。你我是夫妻，有什么事情是需要一起面对的？你这个样子，不就是把我当外人了吗？够了，方圆，你要的人我给你带来，我要的东西你也该给我了吧？你想要什么？少在这明知故问，我的耐心是有限的。我要的是你哥让北域给我。什么？北域乃是大夏国的疆土，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你要是割让给了他们，你就成了大夏国的千古罪人了。你千万不能答应他啊！你只不过是用来做交易的筹码，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你要是再敢动鱼肉一下，我今天就算拼了生死，要把你们全部留在这里。这就要看你自己了。还需要点时间，再拖延一会儿。事到如今，你也别躲着了，柳国柱。看来你早就知道这一切是我安排的了。一开始我只是怀疑，直到麒麟告诉我镇北铁军的部署被人泄露之后，我就确定是你。毕竟这种军事权力，除了我之外，也只有2大国柱才能知晓。没错，你回到京城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我安排的。我本来打算让他们在京城就把你干掉，但是这帮蠢货没有完成任务，没办法，我只有亲自动手了。果然，很久以前我就看出了你的狼子野心，派手下一直观察你的动作，没想到还是被你钻了空子。你早就知道这一切不对了，是吧？可惜啊，聪明人是活不长久的。为什么？你已身居2大国柱，大夏国内可以说是1人之下万人之上，为何还要做出这种事情？你太让我失望了。为什么？因为我不想做1人之下。我柳国柱辛辛苦苦为大夏国奋斗几十载，却只做到了国柱的位置，而你仅仅充军5年，就做到了大夏国之尊，我不服！我要杀了你，然后踩着你的尸首，去登上那至高无上的宝座。想坐我的位置？镇北铁军乃是我一手带出来的军队，你以为他们会服你吗？那如果我是诛杀卖国贼的英雄呢？那如果我是诛杀卖国贼的英雄呢？你这句话是什么？难道？没错，我和柳国柱已经达成了协议，我助他登上神主之位，作为条件，他把北域割让给我。混账东西！你居然为了这种虚无缥缈的名利，做出如此歧视大陆之事！你柳国柱就是我大夏国的耻辱！我？嗨，不，我不是，你才是。从今日开始，大夏国会传出北域神主方圆通敌卖国，把北域割让给了贼寇，而我则会杀了你，成为人人敬仰的英雄。堂堂北域神主变成了过街老鼠，真是有趣啊！这都是你们编造的谎言，一定会有人发现真相，然后让你们付出代价的。真相？什么是真相？只有胜者说出来的话，那才是真相。要杀了你，把你碎尸万段，才能解我心头之恨。杀我，在这儿，你以为你还是北域神主呢？只要这个女人还在我的手里，你
就是一条没有牙齿的死狗。我让你趴着，你就不能站着。好了，闲天也聊够了，该办正事了。留给你的时间可不多了，是把北域割让给我，还是看着你的女人死在你面前，自己选。方圆，你不用管我，不要因为我让你成为大夏国的罪人。少他妈给我废话！这米我现在就杀了你！杀我？好啊，那你动手啊，快杀了我！你不会是不敢吧？你个没种的玩意儿，动手啊！想激怒我，让他毫无顾虑。我告诉你，没那么简单。我要让我的兄弟们把你都玩一遍，然后再把你送到国外当鸡当奴。方圆，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如果你再不签，我就在他的脸上划几个口子。真没想到啊！曾经把我们百万联军打得抱头鼠窜的北域神主，竟然有如此可怜可悲的样子。就算我把北域割给你，你又如何与其他5国分配疆土？当然是我于文一族独自占有，为何要与他人分食？他们可都是你的盟友，你这么做就不怕引起哗变？他们只不过是我霸占北域的工具而已，就这些垃圾还配与我分享战利品？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这个我不会签。你把我们当傻子耍是吧？你想看着你的女人死在你面前？我身为北域神主，不会因为任何原因做出对大夏国不利的事情。不过有一件事你说对了，我确实把你们当傻子耍。做得好，方圆，这才是受大夏万人敬仰的北域神主。臭婊子，我现在就杀了你！前几次都让你跑，这次你还跑得了吗？圈儿，你杀了我的儿子，我要让你偿命。宇文华，杀了他的女人，杀了他！方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是把北域割让给我，还是把你的女人炸成肉泥？我不与贼寇做任何交易。好，这可是你自己选的，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你的女人死在你面前，背着这个罪名活一辈子吧。对不起，方圆，能跟你成为夫妻，我很高兴。如果有下辈子，我还做你的女人。看来是赶上了。我没死，太好了，方圆，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怎么会？我们会永远在一起，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怎么可能？怎么会没有炸弹？你真以为我一点后手都没有吗？跟你们扯了这么久，为的就是让我的手下有时间破解这炸弹的代码。方圆，这么下作的手段你都用上了，你真是太卑鄙了！卑鄙？跟你们做的事儿比起来，我这点手段能算卑鄙吗？现在云柔也没有什么事儿了，我们也该好好算算总账。方圆，你别高兴得太早了。如今你人不在北域，镇北铁军群龙无首，我的联军恐怕早已经突破防线，占领北域了。恐怕要让你失望了，你的联军恐怕已经都解散了吧？哼！魔君，不好了！其他5国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全部退出联军，宇文一族已经被镇北铁军全歼了。是你搞的鬼！你究竟做了什么？
我只是把你说过的话原封不动的转切给了你的盟军听。你自己想想，一个只能共苦不能同甘的首领，他们还会听你的吗？啊！每次都是你，每次都是你坏了我的大事，我要杀了你！也好，我们也算争斗多年了，也该有个了断。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哎，方圆，你愣着干嘛？快追啊！他可是大侠的死敌，千万不能让他跑了。放心吧，他跑不了。启禀神主大人，六国柱的余孽已被清除，醉神阁已经被属下包围了起来。魔君他无路可逃，正往天台跑去。好，你先送云柔回家。是。方圆，你一定要小心啊！我等你回家。这一切也该有个了结了。别争执了，你已经无路可逃。方圆，当真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是你自己把路走绝的，怪不得别人。看在你与我作对这么多年的份上，我可以给你一个体面的死法，留你一具全尸。神主大人，你饶我一命吧！少不自量力，我不该挑战您的天威。我可以为您效力，只要您不杀我，我知道六国联军的一切，我愿意为您带路，找到他们的驻扎地，从而将六国联军一举歼灭。徐文华，你为了活命，像狗一样跪在敌人面前，你可真让我失望。神主大人，这您可说错，我不是像一条狗，我就是您的一条狗啊！你不信，我还能帮你舔鞋呢。一个为了活命可以背叛自己种族的人，不配为我效力。你安心上路吧。不要！不要！从今日起，世上再无魔君。讨厌，堂堂的北域神主，怎么还会占我这个小女子的便宜啊1个月前，我就将北域的一切事宜交与麒麟打理，退役幕后了。我现在可不是什么神主，我只是你老公。就你嘴贫！我看你呀，就是太闲了，以后有了孩子，你就没空了。为什么要等以后啊？我们现在就可以造一个。神主不好了，出什么事了？北域遭到入侵，已连败7场战役，近800里疆土丢失。你说什么？北域有我100万镇北体育镇守，还有麒麟坐镇，怎么会如此？难道是六国联军又卷土重来了？不，那入侵者比六国联军还要恐怖。他们自称圣十字军，由一个实力恐怖的教圣领导。麒麟就是被他们所伤，如今生命垂危。属下恳请神主出山，救北域于水火之中。去吧，男人就应该以大局为重。我会在家等你回来的。告诉全世界，我方圆又回来了。